看到这样的三角形脱落的警示图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危险，要尽量远离。这可是世界通用的毒性危险化学品标志，任谁看了都瑟瑟发抖。但在早些年，由于文化差异，有些地方的人压根就意识不到这是代表危险的意思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一 bug 爆发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汞中毒事件。1971年，一场干旱席卷了中东地区，伊拉克被逼到了饥荒的边缘，只能靠进口小麦种子。但没想到，整整37000吨种子竟然都有毒，最后还流入了老百姓的餐桌。然而，许多人都怀疑这是某些国家在投毒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这场离谱的汞中毒事件。大家应该都见过或者用过水银温度计吧？记得以前爸妈总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小心使用，打碎了可就麻烦了。因为温度计里面负责上升和下降的物质就是汞，这种重金属对于人体是有毒的。一旦温度计打碎了，千万不要直接用手接触，最好就是用纸片之类的东西缠起来，收集到密闭的容器中。另外还要开窗通风，避免水银挥发进入人体。这么一丢丢水银就让我们如临大敌，可想而知，大规模的汞中毒会让人多么的恐慌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干旱肆虐，伊拉克的小麦产量连年下滑，影响了50万人口。眼看着马上就要闹饥荒了，伊拉克政府决定进口一批高产量的小麦品种，化解此次的粮食危机。当时墨西哥开发了一种高产小麦，伊拉克政府得知后，迅速在1970年就与墨西哥供应商签署了合同，购买了大约10万吨小麦种子，用于第2年的种植季。又因为考虑到长途运输，海上潮湿的环境可能会促使种子提前发芽，于是伊拉克政府就提议在种子上面涂些杀菌剂，就能防止霉变。而这种杀菌剂就是甲基汞，是一种汞的化合物。大约从1914年开始，甲基汞就是重要的杀菌剂之一，它经常被用来处理种子、谷物和豆类，避免真菌感染。很显然，用甲基汞处理过的种子是绝对不适合人类食用的，因此谷物袋上都标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说明，有杀菌剂，切勿食用。外加黑白骷髅头的警告，虽然这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但伊拉克人大多都看不懂外语，在他们的文化里，骷髅头也只是个装饰，并没有任何警告意思。起初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，但由于货运时间晚了些，进口的小麦种子陆续在1971年9月16日至11月24日期间才抵达伊拉克巴士拉，等再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农民手上，已经错过了最佳种植时间，这就有点尴尬了，既不能种也不能吃，本来粮食就紧缺，更不舍得浪费，农民们又担心将来新的小麦量产后，自己家原来的粮食就卖不上好价钱了，于是趁早全部给抛售了，反正接下来就可以靠政府发的新品种粮食来过冬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感觉有个明显的 bug？ 伊拉克政府难道故意隐瞒了杀菌剂的存在吗？当然没有，而且不仅没有隐瞒，还把种子染成了粉红色以示警。更何况起初有一项规定，农民必须先签字，证明自己已经知道谷物含有甲基汞，是含毒性的，才能领到免费的小麦种子。那些不会写字的也必须留下手印，但由于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农民们又想尽快的收到种子，分销商也就没有严格落实这一规定，只不过口头上告知了农民，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最关键的是，收到种子后的农民发现，那一层种子上粉红色物质是可以被洗掉的，这又让他们误以为这么做可以把毒素洗干净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一些农民们先把小麦种子喂给牲畜，并无发现任何异样，这才算真正的放心。就这样，无知突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，这些小麦种子被做成了各种面包、面饼，销往全国，毒粮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。1971年12月21日，一名患者被送进伊拉克基尔库克市的医院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涌入全国各地的医院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的症状大多相同：四肢唇舌麻木、听力及视力减弱，还伴随着运动机能失调等神经系统损伤的症状。突然有那么多类似的患者，医院立刻提高了警惕。好在有一位医生曾经见过类似的病症，马上就联想到了汞中毒。5天之后，也就是12月26日，医院上报给了政府，一场可怕的汞中毒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。与此同时，政府开始警告民众不要再吃粮食了。
为此还命令军队追查剩余的毒粮食，甚至还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，一经发现出售毒粮食的行为，立即处以死刑。这下农民们才真正意识到灾难的规模，他们吓得把所有的余粮都倒进了河里，不仅污染了鱼类，还威胁着供水系统。整个国家正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。面对每日剧增的患者人数，加上层出不穷的新问题，政府一时间无力招架，他们只好先封锁消息，减少恐慌。看到这儿，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疑惑，明明已经很谨慎了，让家里的牲畜先吃，确认无误后才放心食用，为何还会中毒呢？要知道，甲基汞很狡猾，从接触到发病至少需要16天的时间，有的甚至还会潜伏将近40天才会出现对应症状。所以，即使先拿牲畜当小白鼠也是行不通的。而此时另外一边，每天都有数百例新增患者，医疗资源又严重不平衡，医院明显已经不堪重负，所以许多只是轻微四肢麻木的患者都被劝退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床位，更不要说还有许多没钱的村民压根就没有上过医院。而那些重症患者的情况也是相当棘手的，因为当时对于重金属中毒的治疗方案也没有这么有效。发病初期，患者只是有些轻微的手脚麻木，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慢慢演变成了四肢僵硬，苦不堪言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，伊拉克全国就有6530名患者入院，459人死亡。更可怕的是，有医生透露，根据伊拉克本地的习俗，人最好能在家中去世，落叶归根，所以眼看救不活的患者，大多都会被家属给接回去。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被记录到死者名单当中，因此真实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官方数字的10倍还不止，恐怕有将近10万人永远留下了脑损伤的后遗症，尤其是婴幼儿和孕妇肚中还未出生的胎儿。经检测，新生儿体内的汞含量甚至会远远高于母亲体内的含量，如果只是相对于低剂量的中毒，也会导致孩子发育迟缓和异常。总之，毒粮是对下一代构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。同样是汞中毒，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水俣病。虽然它造成的死伤人数远不及上述事故，但随着日本核废水排海计划的出现，又一次将这段黑历史搬上了台面。在上世纪50年代，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开始流行一种怪病。离奇的是，最先发病的还不是人类，而是猫咪。你们有见到过猫咪集体跳舞的吗？在当时，水俣市的居民意外发现，许多猫咪走路都一瘸一拐，蹦蹦跳跳，乍一看像是在跳舞。很快，这些猫就开始出现抽搐的症状，最后接二连三的死去。就当人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居民们又发现乌鸦也突然从天而降，海面上更是出现了大量死鱼死鸟的尸体。水俣市到底怎么了？可谁都没想到的是，动物们的离奇死亡只是个开始。1956年4月21日，一名5岁的女孩出现行走困难、抽搐、口齿不清的症状，医生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，只能将她留院观察。可没几天后，这位患者的妹妹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，而且就连邻居家的孩子也患上了同样的病症。自此以后，水俣病已经悄然流行起来。接下来陆续有患者前往医院，他们大多手脚麻木，失去知觉。在发病初期，患者并没有当回事，但渐渐的，他们变得没法扣紧纽扣，抓不住东西，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再到后来，患者走起路来磕磕碰碰，甚至还恶化到了昏迷、抽搐，直至死亡。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面，水俣市已经发现了40名患者，其中14人死亡，病死率达到35%。离奇的水俣病令所有人都闻风丧胆。后来调查人员发现，患者大多都聚集在靠海的渔村，平时吃的东西都是来自水俣湾的鱼和贝类，猫吃的也是人类餐桌上的残羹剩饭。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原来水俣市有一家化工厂，他们将富含重金属污染物的废水直接排放在了水俣湾，导致水污染极其严重，每吨沉积物含有将近2公斤的汞。那片区域的海里面所有鱼类、贝类和污泥当中都聚集了大量的汞，就连海鸟捕食鱼类后也相继死亡，最后到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也遭了殃，从而引发了汞中毒。最终，涉事工厂承认将乙醛乙酸装置生产的甲基汞排放到了工厂废水中。而水俣病是一种主要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中毒性疾病，是患者长期食用在受污染的水域中成长的鱼类和贝类引起的，主要病原体就是甲基汞。截止到2001年3月，有2265人患上了水俣病，超过1万人获得了化工厂的经济赔偿。其实自从事发以来，甲基汞已经布遍了内海，人们仍然被笼罩在废水的阴霾之中。然而，对于患者来说，除了身体上的病痛，还要忍受强烈的病耻感。社会外界的歧视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。更重要的是，患者的后代也难逃厄运，很有可能会导致婴儿患上类似的小儿麻痹症。所以，想要彻底清除水俣病的恶劣影响，绝非易事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
鞠躬道歉喝沸水，又是咱们熟悉的工匠精神。俗话说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当年水俣病的伤疤都还没有好，日本又开始排污入海了，而这次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区域，只能说此举甚蠢。其实不管是毒粮史还是水俣病，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前车之鉴，警告标识必须入乡随俗，切勿忽视汞对人类的危害。最重要的是，万万不可封锁消息。透明准确的灾难信息可以让人们迅速了解当前局势，避免灾情进一步恶化。悲剧造成的伤害，说什么都已经无法挽回，唯有深刻反思，吸取教训，才不会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汞中毒事故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任任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